大家好，起飞需要的是风速和翅膀，翱翔需要的是天空和云上。任谁都想不到的是，王一博在蛰伏了2个月之后，不仅秒变成为了主流，而且还带着主流祝福的各式各样的场面和机会，简直络绎不绝了，不要太多了。无名早早的海报和宣传，简直让这个王一博上升的势头直甩顶流那些老朋友们一个云层的距离感了。而满满的化身成为了时尚女王的赵丽颖，衣架子的好身段，不断的阐释出了各式各样的趣味满满的新潮感和情调感出来了。只是背后有些的小糟心，还是让这个不怕拼命的赵小刀在无畏前冲的道路之上，依旧是被麻烦纠缠着。从新剧到旧爱，从老友到孩子，顶流和主流之间还是多多少少差一层纸的。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拿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永远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截至11月23号，红色电影《长津湖》票房已经顺利突破了56.8亿了，距离华语电影票房总冠军的《战狼2》的总票房也仅仅差了那么个 0.08 亿的微距离。如此微小的差距，说明未来几天之内，长津湖的票房总成绩就能够一举超越《战狼2》，成为新鲜热辣的总冠军了。您如果一路都在关注本频道的话，您就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新闻我之前的铁口判定一点都没跑了。国家这次亲自下场、亲自祝福和亲自的吹哨的这部正剧之王，注定逃不过黄袍缠身、金腰带的封神的命运了。因为啥呢？因为国之大体，兹事体大。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从中国机长、中国医生到烈火英雄，再从红海行动到正剧之王长津湖，这几年巨无霸博纳在主旋律的电影市场上大杀四方，成绩辉煌，可谓红旗之下那个又红又专的金鸡蛋了。长津湖的巨大的成功也让于东按捺不住红色的心情，要全力提速，全力的打造中国胜利3部曲当中的最后的一部了。从目前流出的情况上来看，无名正在秘密的拍摄当中，这种的速度注定有希望能在2022年上映了。要知道长津湖不仅是13亿大手笔的投资，更是强力提供了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喜闻乐见的质感强烈的震撼性的场面，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刚需的教材了。其中吴京配套易烊千玺的老少的搭配，意外的获得了人物联动的蝴蝶的效应，同时也给无名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或者说割韭菜的方向了。对于无名这部吊足观众期待的红色谍战片，于东这回让谍战系的骨灰级演员梁朝伟搭档上了新生代的爱豆艺人王一博，就是想要套路新用，继续的收割貌似不错的老少搭配的联动的果效了。博纳这回一前一后，貌似无缝的趁热打铁了这部红剧无名，貌似更加激进了一些。上回是吴京提携易烊千玺，这次是红色艺人王一博搭档港流巨星梁朝伟。要知道后者的咖位可是一点都不输吴京的，而且
从我的个人的视角上出发，传世妖精梁朝伟的演技远超功夫出身的吴京10几个段位之多。对于他这种骨灰级别的王牌的演员来说，演技已经不存在提升空间这么一说了，因为梁朝伟就是演技的天花板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了教科书般的级别了。其所出演的《一代宗师》《听风者》等等的影片，都是堪称典藏的华语教科书了。假如这回同样套上国家队的祝福和加持的话，无名注定又是票房大卖的光荣节奏了。当然了，无可厚非的是，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描述，注定少了一种横扫一切害人虫的战狼所独有的可以爆血管的义和屌炸加分项了。所以即便他再厉害，或许也无法成为血腥为王的雷霆大片的。此外，无名除了已经公布的梁朝伟和王一博这2位新老演员之外，还有其他2位名角，也就是说，一个是3金影后周迅，一个是最佳男配王传君。周迅的演技无疑同样是殿堂级别的戏精的类别，而王传君也是近2年来表现上佳的实力派演员了。从演员的排位上看，王传君的名字要排在王一博的后面，因此可以笃定的是，这次王传君在无名当中是专门给王一博担任传球配戏的那一个重要的工作了。而排在王一博前面的周迅，角色成谜有待观察。其一，周迅毕竟是老牌的影后了，发光的演技只会为无名带来无数的亮点，确保无尿点有保障。其二，周迅可是参演过不少谍战类电影的，他所主演的《风声》既叫好又叫座，和梁朝伟一起来保驾护航，堪称双保险。其三，周迅和梁朝伟可是合作过很多次的了，戏码当中用亲密无间来形容他们彼此之间的熟络的关系，绝对是不足为过的。老戏骨之间要是产生出默契度的话，那样的张力绝对不是1+1那么简单的初级。比如大魔术师、听风者都能够看出这2个好戏之人的严丝合缝的神级碰撞出来了，而听风者也刚刚好是谍战类的教材电影。2位骨灰级别的老戏骨一同联手去点化这个后生王一博，是不是随便脑补这场景的话都会很香的呢？您说跟打星吴京配戏的那个易烊千玺能不羡慕嫉妒吗？从表面上讲，这个王一博的运气真的是东风劲吹，逆天而行的了。特别是长津湖这次在票房上取得了跨越战狼的惊人的成绩，这变相让中国胜利3部曲的最后的终章，也就是这个无名水涨船高，而且顺水推舟的成为了下一部高品质的特殊染红的红色佳作的了。博纳影业这次为了这部饱含红色理想的无名，着急忙慌的路透加上海报，激动之情真的是里里外外都藏不住的了。表面上讲，这是在致敬革命者的崇高的意思，也是非常正能量的水式的探测，而最终的目的明晃晃就是要营造一波和前2部一模一样的市场的大环境。也就是说，要提醒未来的观众们一道去珍惜大国崛起的岁月的辉煌，一同去拥抱千载不变的革命的热情，一块去花钱热情去打造下一个政剧之王。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一不小心就被拉上了比易烊千玺还要高阶的大船之上，
而且还一不小心的第一次就以正装主角的身份亮相了大荧幕。顶流、主流、热度和实力算是通过最直接的方式得到了认可和提升。只是对于这个影坛新手，剧方多半不会给他过度深层的角色咖位的。我个人想，颜值在线的这个王一博应该出演的是正义化身、红色底定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了。这种自家人的角色和他自身内敛不张扬的原始的气质还是最为贴合的。高起点加速度会让这个小狮子插上了翅膀的。通过新闻专属的视角，无名这次最大的卖点肯定还是梁朝伟的，他是负责卖票的那一个人。路人粉通常都会冲着梁朝伟的盛名去放心的买票的，而王一博呢，则是负责定价的那一个人了。因为顶流王一博绝对有市场的定价权和号召力。博纳的这一份小算盘和小心机，不就是要大卖、热卖，卖得很高吗？只是最终的票房，无论是30亿还是40亿，都应该不会成为博纳下一个票房的总冠军了。毕竟，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贩卖血浆才有资格霸顶第一的，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础的原色了。或许您想不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有得必然有失。王一博的这次也不例外，也是经过了权衡再三的。要说博纳这次千载难逢的主旋律的电影加持，以及梁朝伟这样的殿堂级的前辈搭手，无疑都是坊间口水四溅的顶级资料，或者说超级大饼了。然而呢，作为顶流化身的顶尖偶像人物，王一博这段日子肯接二连三的削尖脑袋去拿到无名、风起洛阳、冰与火这些时代正剧红色项目，王一博肯定是放弃了一样宝贵的东西。您猜是什么呢？那就是宝贵的金钱了，或者说虚名，或者说咖位，又或者说是番位也行。他注定和乐华产生了一些商业上的冲突，也放弃了不少片酬优渥的男一号的项目。时至今日回看过去，我们都能够很容易的发现出很多的真相，而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没人能够预知到未来的。而这个王一博很显然已经早早的懂得了断舍离了。就像我常说的，施比受有福，同样的也是这个道理了。不付出就别想回报。不在乎番位，不贪慕男一号的虚名，从善如流，筛选内容，专注于作品，升华自身。这个端重的态度，大厂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人生就是一场赌博，甚至于每一天都是在赌博，因为馅饼不会从天而降的，只有放弃眼前的繁花，才能够收获来年的硕果。您说对不？当我们一道惊讶这个王一博突然之间运气杀到好到不行的时候，其实回头想想看，真的不是我们眼前吃瓜的那番情形，其实都是人家背后默默耕耘的血汗。如果您深刻的认同新闻的理解，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3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断舍离。因为王一博的参透，所以他的未来都是可见的盛大的烟花了。王炸弟弟一路转型当中，王炸姐姐也早就在铺垫当中了，只是这个赵丽颖倒是的的确确缺了那么一点运气。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首先拿谁是凶手来说吧。11月23号的凌晨，突然疯传说谁是凶手迟迟不能开播，原因是居然还没有过审。所以迷雾剧场接下来上线的是调转过来的淘金了。而谁是凶手的官方社交平台上再次诡异的更新了，并扔出了一个迷雾的文案。文案当中说，红黑漩涡中暗流涌动，到底谁是凶手，敬请期待。这暗流这两个字相当的扎眼，推迟不就是一个暗流吗？话说观众期待值拉得最高的这部谁是凶手，大家伙都想看到的是赵丽颖、肖央、董子健这三个人首次碰撞出来的物理的火花。而长达24集的剧情显然比那些只有12集的更具优势，因为很显然可以铺设出更多的线索，制造出更多的矛盾，让角色和人设更加的立体可见，更加的丰满可现。谁是凶手的关注度和期待值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古偶转型当中的这个赵丽颖了。从公式的剧情上来看，她所饰演的沈宇是一位黑化版的医生，这也是赵丽颖首次尝试大反派的角色了。因此反差和好奇让粉丝们的期待值自然而然的水涨船高了。然而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谁是凶手之所以暂时还没有过审，真的就跟赵丽颖所饰演的这个黑化版的医生沈宇有关了。而这个疫情弥漫的大时代当中，这个自带逆行光环的高大上的职业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红色般的人物了，不应该被黑化的处理。这个问题有时就是那个麻烦。如果说角色需要调整的话，赵丽颖所带来的颠覆的造型又要被迫回归到亮点全部被删除的一种逆转的人设了。因为对于一部悬疑剧来说，角色对身份从一开篇就已经开始设定好了，如果结尾被强行的改变的话，对剧情的编排和走向都是致命性的。处理不好的话，故事情节就被彻底的撕裂了，人物的发展就会被彻底的倒置了。结果呢，只会给人不明所以、完全突兀的0分的感觉了。这比魔删或者说魔改更加的恐怖100倍，因为把原本的一位腹黑坏人打造成为了一个白色的天使，这已经不是难度的问题了。赵丽颖的儿子同样是萦绕心头的痛心之痛了。赵丽颖离婚不是没有想过把孩子要过来的，只是冯绍峰和霸道的婆婆非常的强势，完全不想让出抚养权。赵丽颖、冯绍峰也不想为此而闹掰，因为对一个当红艺人而言，也是有大量的前车可鉴的。大家撕破脸的话，通常都是两败俱伤的。离婚消息的本身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负能量的存在了，如果再因为抚养权的问题反复的占用到公共的资源，注定会让社会主义的铁拳无法闲置，因此相关的艺人的形象伤害难料了。而且赵丽颖本身就是一个拼命著称的事业型的艺人，工作起来的话就是剧组连班倒的几个月的漫长的时光了，很难做到把宝宝带在身边，做到面面俱到的。因此8五花中最扛打的杨幂和这个赵丽颖都在离婚之后没了孩子的抚养权了。如何让孩子和妈妈都不缺失彼此的角色，很显然依旧是摆在赵丽颖面前的头痛的事儿了。
这事儿他也不会轻易的放下的。第三个扯后腿的考量，就是关于朋友与未来的了。要说娜扎和赵丽颖这两个人的私人的关系还是过得去的，之前这两个人也是合作过的，现在合送那边一直都想让这两个人加深一下互动，炒作一波姊妹花的市场的热度出来，甚至还有心推了一部双女主的剧给这两个人。娜扎这边当然是乐观其成了，而赵丽颖这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毕竟赵丽颖目前是在转型，时不我待。而这种搭配型的合作无疑是合送想让赵丽颖继续奶人的一种套路而已。出了名儿心软的这个赵丽颖，即便心里面揣着明白白白的，但也不好拒绝和拖延。毕竟公司力推的这个本子质量一般，还是偶像风的那种。只不过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偏爱顶流的资方肯下大价钱，就像哄王炸弟弟一样，给王炸姐姐所开出的片酬也是相当的豪爽和惊人的。现在合送的上下都想以片酬为重要的价码，大力的怂恿赵丽颖接下这个剧。话说没有人愿意跟钱过不去的，但是正如我所见的和我所说的，王一博实际上就已经做到了，前提自然是他有好本子可以做权衡了。总之，经过了野蛮生长的这个坎儿，很多吃过瓜的朋友们都看不清楚王炸姐弟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而在西门我的眼里，这两个人的灵魂都足量的承载着这两个人的美貌和质感。这两个不停努力的姐弟之间，有时候赵丽颖快人一步，有时候王一博一跃龙门，真的是说不好时间老爷爷的未来的打算了。而这种打算到底在哪儿呢？或许还是那句话最贴切了，也就是说，欲达高峰，必忍其痛；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您的祝福或许就是赵丽颖最急需的幸运的所在了。如果您深以为然的话，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4个字：顶峰相见这4个字。因为人生不易，因缘使然，唯有祝福跨越千山。您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粉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聚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黑夜，可以带来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聚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